巴雷特 M82A1 作为最知名的.50口径半自动狙击枪之一，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军事单位都有一席之地，巨大的枪身和硬朗的外观设计非常符合男性对于力量感的追求，让它在游戏里非常受玩家的欢迎，甚至在很多玩家的眼里成为了衡量枪械威力的单位，也由此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说什么反器材武器禁止打人巴雷特不是枪是大炮以至于巴雷特本身都成为了一个梗当然，这并不妨碍 M82A1 本身确实是一款非常独特的枪械。在水弹市场上呢，一直有很多水友希望有厂家能够复刻一支 M82A1 型的玩具，来体验一下传奇的巴雷特狙击枪。此前呢，泽华也确实做过一款2片壳的版本但是呢，全自动波箱加上满身螺丝孔还是很难让人提起兴趣。上个月东方会终于做了一款分体结构的 M82A1。这支玩具的厂家代号叫东方1号有一种共和国初期义武计划的豪迈感。箱子是前所未有的大，可能是我入手过箱子最大的水弹玩具了。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枪管和枪身分别放置在切割棉内衬里，另外还有脚架和提把这些零件。说明书里介绍了组装和使用以及拆解的方法。比较有意思的是维护和保养这一页，用原厂的通条可以清洁内管，对于长内管的发射器还挺有用的。按照说明书，依次把枪管、脚架和提把安装到位，拧紧螺丝，发射器就组装完成了。对了，还有祖传的16倍镜，这个少不了外观上看呢，这款发射器复刻的是采用全通式导轨的 M82A1M 型，标志性的 V 型枪口支类器用了沙色作为保护色外观。发射器全长1400毫米，对比一下真铁1447毫米的数据，看起来问题不是很大。跟 MSR 甚至 AWM 比起来.50口径的 M82A1 还是显得非常巨大。但你只要不是眼睛患了什么疾病，就能看得出来，这只玩具的比例非常奇怪。简单来说呢，就是整个枪身做小了一圈，但是呢，为了保持整枪长度，枪管又做长了，导致发射器看起来非常诡异这个问题呢，在一些追求还原的玩家看起来，基本上属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你觉得这种程度的缩比没法接受，那这期视频你就可以点击右上角关掉了。不过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整套东西拿在手里相当的沉能看出来发射器的用料极其厚实，加上超长的铝合金外管，全重接近 3.5 公斤。我们可以查到 M82A1 真铁高碳钢的枪身达到了14公斤的战斗权重，跟真铁肯定是没法比但是呢，在原厂尼龙外壳的水弹玩具当中，达到 3.4 公斤也的确屈指可数了。枪身用了类似橡胶漆的表面喷涂，质感很不错，而且比较耐磨，并不会轻轻刮一下就有划痕。从机匣右侧看过去，巨大的 T 型抛钩窗是 M82A1 机匣上最明显的特征。透过抛钩窗可以看到发射器的气缸和弹簧结构，很明显这是一款手拉玩具。因为气缸长度的限制，拉栓行程只有84毫米，尼龙的垃圾柄很硬，拉起来挺带感的。整个机匣和后托是一体式结构，上机匣盖通过前后2根销钉固定，分体导轨用螺丝拧在机匣盖上。拔出销钉以后，可以抽掉机匣盖，露出发射器的内脏。折叠的托垫里装了几块配重块，这也是整枪唯一一处有配重的地方。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发射器的手拉机构，包括金属气缸、气筒和副镜簧，做工很规整。M82A1 采用和 M16 系列相同规格的军规握把，保险呢也是和 M16 一模一样的拨杆。对于用惯了 AR 的美军来说确实挺容易上手的。保险设计的很有意思，锁住以后也是没法上膛的，扳机无法扣动。弹匣采用类似 AK 的前挂后卡设计，尺寸明显做小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50 BMG 弹药 12.7 乘以99毫米的口径，显然不可能比 7.62 NATO 弹匣只长那么1厘米。这个弹匣使用机械供弹结构，
在拉栓的时候会按下顶部的凸损上弹。比例和外观 bug 比较多，但外壳还是挺结实的。前节的全通式导轨一直延伸到前端，也是用螺丝拧在护木上的。前节的护木和机匣做了分件，和机匣材质一样，硬度也差不多，没什么晃动。金属材质的提把用导轨夹固定在导轨上，这个提把还原了 M82A1 的灵魂之一，拎起来味道很足啊。和 M60 通用的脚架也是 M82 的经典设计，不过这个做工一般，虽然有金属内衬，但外面包裹的尼龙比较软，而且展开以后会晃来晃去，很难立得稳。让我比较惊喜的是，外管用了铝合金材料整体加工，在长度达到29英寸的情况下，保证了外管不会出现弯曲变形，非常坚固耐用。我记得小时候买过一只塑料的巴雷特玩具，经常被我妈拿来晾衣服，掏床底下的东西，结果呢很快就折断了。有了东方汇这款铝合金外管的 M82A1，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拖鞋了。巨大的微型制推器是巴雷特减少后坐力的核心部件，使用2颗螺丝固定在外管上，尼龙材料表面有一些毛边没有处理干净。这只 M82A1 乍一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超大尺寸的一体外壳没有出现缩胶，平整的漆面也保证了外观质感，加上后饰的用料和铝合金外管，整体做工非常扎实。抛开比例上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只做工非常优秀的发射器。不过除了比例的问题，这款发射器在细节的还原上也差了点意思啊。同时呢 M82A1 本身又是一款半自动狙击枪，手拉的击发方式虽然是玩具的妥协，但还是显得有点尴尬。击发之前先给弹匣装进水弹，然后按动几次供弹开关，让水弹从弹口弹出来，就可以插进弹匣开始玩了。发射器的性能还不错，屋里面8米的距离打电动靶子的精度还是绰绰有余的。只是这个供弹不太稳定，前一发没打出来，堵在3通以后再打会出来一个双黄弹。收到这只玩具之前，在流出的样品图当中啊，其实很多水友就已经发现了缩比的问题。那我想说呢，其实东方汇这款巴雷特 M82A1 在用料和做工上是完全不输给同价位的捷鹰 MSR 的，甚至铝合金枪管比捷鹰还要良心一点。但是比例错误这一点实在是太尴尬了，所以呢，抱着这个手感很棒的发射器，怎么去评价它，我感觉还是蛮纠结的。如果它的定位在100-200左右的儿童玩具或者入门款的，那这个用料买到就是赚到，谁还管你缩不缩比呢，对吧？但是定价688，显然是要和同价位的捷鹰 MSR 碰一下子。如果这个东西能维持这个做工水准，再把细节重新整一整，我觉得这个黄金大爆组还是很有搞头的。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下载 SD- 水弹论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